欢迎来到少主力的魔玩频道。今天我们来玩叉社新出的这一款火炭，里边只带了一张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现在的叉社里边都不带说明书了，都是让你扫码进行观看。配件的内容也只有一张替换的发怒脸，还有一个小小的目标战士。别看小啊，这玩意儿挺重的。所看到的这些零件都是合金的材质，人形的样子看起来也挺好看的啊。各种可动的关节，该有的幅度也都不错。 甚至因为变形需要，还可以进行弯腰。好，变形的过程自然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把这腰部关节折过来，后边这里合金的零件炮管子拉开，胳膊放直，然后腿部顺着这里团起来，压平，通过脚踝这里的扣子和手腕进行结合。 可以跟这样握在手上，但是也因为这个太重了啊，这样握的话没有什么把持的力度。打开手臂的盖板，把这一块拳头折进去，通过后方的这个扣子插上，它变成这个臂炮插在手心上边，这个支撑的稳定性就还不错了。人形高度到头顶22公分左右。我们来看细节，脖子360度旋转，这一块是一个独立的活动关节。眼睛这里涂了金属的电镀红色，肩膀平举，可以举到挺大的幅度，360度旋转，让一下。 二头肌这个位置拉出来，左右也可以旋转。胳膊肘这里是合金的双段关节，曲臂的幅度非常大。手腕左右旋转，而且可以向外跟这样延展开，下3指连接在一起的可动手。背后这里整合的效果还不错，而且背包并不会显得很厚。腰部旋转的时候还是稍微的拉起来一点，可以进行360度。主要也是小心一些，不要把后边的2片小机翼绊倒。 弯腰关节这里边竟然做了一个齿轮，还挺好听的，幅度也很大。胯部前踢齿轮关节90度差不多，后踢这里会被后裙甲阻碍到。侧抬没有齿轮，90度支撑性还可以。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膝盖这里2段齿轮关节，折叠的幅度非常的大，而且这里边还能隐藏一个喷口的样子啊。 折出来的话，这个样子也是非常好看的。脚踝左右有一定幅度的接地，脚尖前后的活动，这里也是一个齿轮关节。后面是进入这一款的一个变形过程。我没想到啊，火炭这个变形竟然还挺复杂的。首先把这个目标战士我们摘下来，刚才的那个胳膊我们已经转进去了，现在把这个拳头旋转放好，然后整个里边的滑道顺着肩膀。 把白色的部分缩进去，背包这里掀开透明的驾驶舱，然后肩膀这个位置的变形小心一些啊，我们要把它摘出来，在侧面这里有一些卡扣的位点，往出摘，然后双关节往外折，这里边的扣点位置，再把根部这里的滑槽整个的拉下来。哦，忘了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蝴蝶关节可以往前移。 但变形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后方这里拆开扣子，双关节挪开，再把根部这里滑道拉下来，打开胸甲前方这一块的面板，对折一下，脖子从这里边拉起来，往前翻，腾出空间来。这个时候需要把后方的这里整个的拉，根部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双段关节的滑道啊，拉出去，然后整个的身体再往开拉。 里边是有一个滑槽的，拉出来，解空了之后，脑袋180度的翻转，把它填到这个窟窿里边，顺势把里边的前起落架抠出来，盖好。这一块我们密合一下翅膀的位置，折叠过来，跟这里进行结合，插住。 上下2个扣子拼合在一起，然后我们顺着肩膀后方的这块面板90度往开撇，打开。机头这一块的位置，根部有一个滑槽，我们往上推，推上来以后旋转一下角度，顺着后边把这块合金的小尾翼旋转折叠塞进去，外边这里有一个小的挡肉片翻出来，再把它扭扭正。另外的一边
滑道先推到底，有一个葫芦锁把它锁住，打横，把后边的小尾翼折进来，再把这块挡肉的零件翻出去。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前方这一块180度翻上来，同时这两侧有2个挂钩，跟机头的位置拼合，挂上它。现在通过这一块面板的滑道伸缩，把它拼进去，然后侧面这里的扣子跟前方肩膀的位置上边挂一下，定位插起来，两侧同样定位插好。整合好后背，再把这一块双关节往前拉，在拉过来的时候，注意这里有2个小凸点。这个位置挂的是这2片挡肉零件下方的窟窿，这里要小心的调整一下。另外就是前方这里的2片插入到领子里的2个凹槽，同时的进行结合。这一块其实挺不好扣合的，需要慢慢进行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盖下来，插进去。腰部扭正，把这一块往上推，跟里边进行结合。大腿滑道左右撇开，脚底下根部有一个滑槽，我们把它拉松，旋转180度。内侧这里有一个小挡片，90度折进去。脚踝往前折叠，让出来这一块的部分，打开后方的插扣，对折一下，叠过来，然后再把它贴上去，这边的扣子结合。从里边翻出来这一块的挡肉零件，前方的盖子往前撸平，后方的起落架旋转过来，转到斜45度的时候，有一个定位的轴把它卡住，翻过来把脚踝这里旋转放平贴紧，这个时候通过根部这一段齿轮关节旋转，把腿整个的调过来。现在我们需要调整扣合的位点，在裤衩的后方这里有一个插扣，对应脚踝边缘这里的洞，把这里先钉上。2个脚尖让过去之后，同时的往回折腰部关节，把这2个扣子钉上。侧面这里的挂钩，把这2块挡肉的零件插入。有一个小细节啊，在这个侧面要翻下来这个小零件，锁在挡肉的这个零件上边，前方这里还有一个挂钩，挂这个窟窿，再同时进行结合侧面这里的扣子。所以需要先把后方的这里的挂钩结合上，再往上定位，结合翅膀。检查一下所有的扣子都密合过来之后，尾翼的这一块有一个小的结构，打开它，这块是个合金的零件，往上折叠，换一个窟窿，我们插到斜着的这个位置。最后可以把目标战士拿出来，插在飞机的顶端。好的，叉摄的这款火炭我们就变成了载具形态了。整体来说嘛，拿起来其实还挺有分量的，身上融入了不少合金的零件。变形到位的话，推机滚动倒是无压力，下方这里的起落架轮子滑动起来还挺滑溜的，飞机形态的样子非常不错，还原度也很高。但让我有点意外的是，火炭这个角色变形竟然也这么复杂，主要也是身上有很多不合理的一言不合变大缩小的一些所谓质量转换技术，叉摄这回也是做了很多的分件。另外呢，还有很多遮盖缝隙、窟窿的这些板子需要从身体里边叠放出来。但是相对来说啊，这毕竟是叉摄出品，放在叉摄自家的产品线里边，这个火炭的变形也算是在自家里边比较简单的一个了。同期推出的还有所谓的青春版，也就是 G1 玩具的配色，可以对比来看一下，动画配色比较朴素，而玩具配色身上有那种仿贴纸的细节涂装。其实整个的一个质感还是不错的，身上融入了不少的合金件和齿轮关节，但是变形的过程上手难度还是稍微的有一些高，主要是一些避让的关系啊，还有同时扣一些卡扣的时候，操作难度上边可能对于新手玩家来说不太友好。人形和伪装形态还原度也好，造型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套设计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